电影好选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立喆。如果你喜欢电影，你一定知道，一个故事之所以成立，从来不是只有靠画面而已，而是来自节奏、声音跟叙事的引导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场演出相当特别，它不是一出传统歌剧，也不只是交响音乐会，它是一场由音乐跟说书人共同完成的叙事现场。这次在卫武营登场的霍夫曼的故事，由指挥艺术总监简文彬亲自领军，并且邀请金钟北影双料影后尹馨来担任说书人，要用声音带领观众进入一个关于爱、幻想与自我投射的世界。今天这场对谈，我们不急着谈技巧，而是想要从故事怎么被说出来，音乐怎么承载情感，以及创作者如何站在舞台上面对自己开始聊起。好，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简彬总指挥以及宜馨。大家好。你今天算是跨界演出吗？我把它当成一个舞台剧的演出。舞台剧，对，那我也要问一下总监，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创举？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去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传统。我们找了一位就是影帝也来担任说书人。你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子的创举，去想到说，我们要找一位很优秀的演员来加成这个音乐会的整体的表现呢？对，其实这个是讲的比较可怜一点，是不得已的手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我尽量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歌剧，就是这个表演艺术的这个类型，其实它发展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，它其实已经变成有两种，有一种就转换成现在大家熟悉的音乐剧，就是我们在音乐听这些歌曲之间呢，它会有对白。另外一边呢，它其实就是一直唱一直唱。那我们在演出，尤其是我们是在等于是在国外演出，因为像比如说霍夫曼的故事，它其实是法语的，对，用法语演唱。那它原来的设计就是有演唱还有对白。那对于一位声乐家来讲呢，我在唱歌的时候运用的这些方式跟我讲话是不一样，然后再加上过去这些对白，其实它都有很大的这个转换的空间，就是说你可以把依据当时的这个时事的状况，可以做一些修改。那这样子大家听到那些讲话的内容的时候，就有点像相声，那你就大家就会他觉得很有趣，或者说觉得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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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对于歌演唱家来讲，就比较麻烦。对啊，那没办法开玩笑。对，而且对听众来讲也是一个怪怪的事情。譬如说，好，我们这些听歌，我们就听到就是用法语演唱，然后等到他开始用讲话，但是这些歌唱家他平常习惯的用声乐演唱的方式来演唱法语，你突然叫他像平常讲话一样讲法语，这个是两件事情。所以有些人就会尝试说，我们对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当地的语言来讲。那在台湾过去也有人尝试过，就是说讲话的时候讲这个中文。那我就会觉得说，我不想破坏那个完整性啊，所以我们就把对白的地方整个浓缩，就是把它打散，就是他在讲的东西，就是他有这些地方是需要讲话的，但是我们也请一位就是写作的人。编剧的人，他来在这些地方把它做成一个是说书的方式。其实这个说书人他其实就是在讲，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就是他会让这个东西跳脱这个剧情的发展。我非常有感，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看音乐剧跟歌剧。其实我以前过去看不同语言的，无论是英文、德文、法文的音乐剧或歌剧，都是下面就这样在看电影一样，有一个字幕一直不断的在上翻译。对，这其实有一点干扰，就是观众的观赏感受，因为你要看舞台上面的人的表演，其实舞台有很多同时不同的艺术形态正在进行当中，但你同时又要在那边追字幕。最主要是因为就是像这种无论是歌剧或是音乐剧，其实它有歌唱的时候呢，它的故事的那个时间流是停下来的。比如说我今天我碰到你，然后就情侣就说我爱你，他说我爱你，然后就开始唱情歌了，爱情二重唱，但是一直是在描绘说我多么爱你就像什么天上的什么鬼，就是那样。对。但是它是停下来的。那我也想问一下宜馨，你刚形容这很像舞台剧的表演，那你会形容它是一个音乐会，还是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你这一次的演出？
因为这次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课，虽然我这辈子还是没有什么机会来看霍夫曼的歌剧哦，但是我做了一点功课，就是我很期待耶，因为这个歌剧它有趣的地方就是。听说有女声乐家，她会诠释木偶的声音，然后以及木偶上发条到快要结束的那种声音，都必须要用非常女高音的方式去呈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差不多。哦，其实光是这样子，我就非常想要听到怎么样用女生去呈现木偶的跟爱也有关的那种，就是它三段吧？对，3段的爱情其实都非常的奇幻。然后，我觉得我的工作应该就是让观众在当中穿梭，就是理解到那个霍夫曼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哦，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作家，怎么样在他所陈述的3段。很奇特的恋爱里面，它不是一个太甜蜜的东西吧？它其实是悲剧，所以怎么样进到那个刻骨铭心，但是艺术成就又极高的一个歌剧里面，我想我的工作就是陪大家一起看戏，带大家入戏。对，我也会在旁边看戏，因为我也好期待。对啊，其实刚刚已经介绍出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有3段爱情故事。我自己对歌剧跟音乐剧所有的音乐作品的理解几乎都是悲剧。那为什么这次你会选择霍夫曼的故事来做今年的演出呢？有2个原因哈，就有一个原因其实是有一点好笑的。好笑，因为我们从悲剧的背后其实是好笑的。我们不是人有多好笑？我们从2022年开始我们就展开了一个系列，叫做风靡24系列，就是它其实是来自国外的一个蛮疯狂的举动的一个策展的概念。那我们就把它拿来用。那我们就在春节期间，我们会找一个礼拜六和礼拜天，从礼拜六下午的5点开始，不断的演出到礼拜天的5点。而且都是演同样一位24小时，对，24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安排这24小时里面，就是我们会挑各种不同形态的，比如有1个人的，有2个人的，有4个人的，有6个人，然后还有用不同形式的演出，比如说他是巴洛克时期，那有那种古乐团，但是他一直到现在还是大家都不断的在演奏，所以他有现代的乐器。它还有爵士的诠释，甚至国乐的诠释，甚至精彩哦，甚至那个 hip hop 的那个电音的巴赫。然后这样子是1张票吗？1张对，我们有卖套票哦，所以是24小时不间断，但是好多不同演出的票。对，我们还有比较周边的是，比如说看一出跟巴赫有关的电影。然后还有用巴赫的音乐跳舞，因为我们卫武营常年下来都有一直不断有针对舞蹈，就是民众参与的部分。那另外还有讲座式的音乐会，就是你听一首曲子，然后会有老师来讲解说刚刚你听到的那个是怎样。每一次我们在选择要演哪出作品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考虑，因为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国内的声乐家，他必须要有登台，然后来演唱这个歌剧的机会。对，所以我都会先去就是研究，就是好，那我演哪一出歌剧，它可以就是只用国内的声乐家，因为声乐的那个形态有很多种，有一些声音的类型我们台湾没有，那你就必须要从国外去邀请。这次的挑战还不是只有模仿木偶的这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歌剧它其实还有它另外很不一样的地方。有哪些？它最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演一出剧无论舞台剧什么，我们就会譬如说这个角色是谁演，这个角色是谁，这个角色。但在这出歌剧里面呢，它有4个声乐家，他们加起来要演绎12个角色，就是他们1个人都要演出3个。像比如说我们的主人翁霍夫曼的故事就是霍夫曼，对，霍夫曼就是从头演到尾。再来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演唱木偶的要做木偶形态的这个女高音，她同样在整出歌剧里面其实是有4个女高音。就是3段故事，但是它的这个歌剧的头跟尾其实是在一个酒窖，那边呢，其实他们是在等待一位歌剧女伶
演出完以后来跟他们见面，所以她也是一个女高音。所以4个女高音本来奥芬巴赫的设计就是这4个人都是同一个人演，哇！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声乐家来讲，他的挑战非常大，因为他必须要有很足够花腔的能力，花腔就是在那边，对，必须要让观众能够分得出来她是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再来变到是一个非常抒情的女高音，因为她在第一个故事里面，她是演一个，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啊，其实是木偶啦，其实是一个木偶，但是这个霍夫曼他就是整个就是被他迷恋，然后这样好爱他怎么的。一直到最后，他才发现，人家跟他讲说：“你不要傻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木偶而已啊。”对，他就心碎了这样。那在第2幕是另外一个故事，那这个女生呢，她要演绎的是一个在家里的一个，就是都没有办法出门，因为她重病。然后她就在家里弹琴，然后她很喜欢唱歌。她说：“我宁可唱歌唱到死。”那他的写作的方式是比较抒情。那到了第3个故事的时候呢，又不一样，是可能这个歌剧里面最为人熟知的，就是威尼斯的船歌。对，那其实这个女主角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她是一个交际花，那她的这个表现就会比较偏戏剧性。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喜欢2次元，就是所谓的动漫作品，通常声优也是一个人必须诠释好多个角色，然后或者是在电影里面、戏剧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演员自我挑战，这些真的是影帝影后通常摘金很重要的原因，他可能一个人分饰多角，或者是他做出一个跟自己原本截然不同的演出。那在一个 live 的现场，因为音乐剧、歌剧都是 live， 是非常令人期待的。那除了这个女高音之外呢，这个主人翁她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霍夫曼，但是她有一个就是对手，就是她每次就是她想要跟人家在一起，都是这个对手就给他脑掉了啊，就是说我就是让你不行，这样我让你不行。那最后这个歌剧女伶最后也是跟着他走，就是他的死对头。那他也是在3个故事都是用不同的形象出现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小帮手哈，就是在这个剧就是有主角啊，就是有一个配角，但是是很重要的配角，也是一个男高音。那这几个人呢，都是同一个歌手来饰演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女中音，其实她是最爱这个霍夫曼的。对，那她又有2个身份，她除了是她的侍从、好朋友之外呢，她其实是扮演的是缪斯女神。哇，对。那刚刚其实总监已经先告诉我们这个3段组成的故事。那如果我们要请说书人来告诉我们，以你的这个诠释，你会怎么介绍这3段故事？霍夫曼的故事是他爱的对象就是很奇幻，然后同时也有写实的成分存在，就是他从形式上。除了歌剧，然后又有我这个说书人之外，它整个背景是包含了不管是历史上或故事上面，或者是歌剧史上、音乐史上所有人的贡献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一个晚上1张票去尝试打开。如果没有看过歌剧，我想这也会是一个很好的，因为至少有我这个人在讲解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观看歌剧的一个机会。你会怎么形容霍夫曼爱上的这3位女人？从这个故事里面，就是他先爱上了一个机器木偶，然后第2个他爱上了一个歌剧女伶，第3个是一个风尘女子，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缪斯出现在他整个故事里面，所以你说他的爱情复不复杂，混不混乱？但他每一次都全心全意的去爱，然后又每一次都心碎。您希望说书人这个角色能够帮观众完成哪一件最重要的事？因为我们这个演出的形式是音乐会，我们会看到在音乐厅的舞台上面，乐团全部摆在那边，歌手也在台上。那当然我们会准备节目单，不管是电子的或是印刷的，那你会看到，然后我们也有歌词啊。但是呢，很重要就是说，那这些我们就自己看就好了。但是没有它这个音乐的这个搭配，然后另外它本来设计对白的地方，它其实都有一个戏剧张力的一个考量。那这个戏剧张力呢，我们在没有布景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。
但是我们现在这些地方就完全就要靠这位说书人，是，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他什么时候出现，他出现的时候，那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观众或者听众，他会觉得就跳到下一首歌，这个中间就是完全就是看这位说书人的表现，对他的诠释。对啊，那我就想问一下以欣，你要怎么设定你这位说书人的语气、口条或情绪呢？所以其实因为在不断的好几段的爱情里面，然后光是其他的声乐家，他们自己都一直在变换身份的在唱之外，我在说书的时候，其实我每一次开口，我的身份也都不太一样。这个表现形式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的。我们其实看得到的是你的表演，你不是只是担任简单的说书。我有领钱，说书，所以我会表演。说书也是有领钱的、司仪也会领钱，我们主持人也是有领钱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有，他不是司仪。我有很努力的在思考怎么样加添这个有趣的部分，因为去年听说墨子也是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个工作。前年，对，那个墨子仪他就是整个拼的，然后他自己还准备道具，自己准备道具，自己准备道具这样，就突然会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，对，害我压力超大的，所以我现在也开始在思考，好，没关系，3月嘛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有没有哪一个段落你现在看到是你自己最喜欢？因为刚刚讲了霍夫曼的故事，其实好多段嘛，主要是3大段，现在还可以看到第4段。对，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？跟你自己最能够投射那一段？我超级期待木偶的木偶，因为他爱上木偶这件事情，很猎奇，机器人超猎奇，对，非常奇幻。那我又很期待，因为我现在看到所有的文本。我查到的资料就是那个声音会是非常奇特的表演，怎么样用高音去诠释，而且还有木偶就是上发条的声音。原来他们并没有要求这个，但是因为传统上就是这样，将近100年下来，大家就是几乎都会在这一段，因为那个女高音演绎的就是一个木偶嘛，机器娃娃。那你机器娃娃它是要上发条，那发条就松了嘛，所以它有一个休息的片刻，就会有人就是这样，把它上发条。不是，这个是会用一个机器，会用一个乐器，就像那个卖地瓜的那个，好有趣哦。然后就以后，那他就比如说他可能就因为没有发条嘛，然后他他就这样，然后又开始唱，又继续唱这样。以欣在这次的表演当中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界限，告诉自己什么时候是在演戏，什么时候是在说书？这次我反而觉得我好像很自由，我要到最后再决定我要怎么做。那我也想问一下总监，为什么会要想找演员来做说书人？你看重演员什么样子的特质，能够在这个音乐剧当中大加分？我希望是一个就是本身就有表演功力的人，让大家其实也是一种调剂。其实对于观众来说，它也是一种转换，就是让你这个心情会稍微舒缓一下，对，然后再来听下一段。我一直都很喜欢，那也很鼓励我们同仁，就是想说，就是你一定要去跨出去，然后让这个整个东西有更多的可能性。那这一次其实也曾经有考虑过，到底要找男的还是女的？那你看中尹欣什么样的特质？你认为会在这一出剧当中相得益彰？因为我常去卫武营晃来晃去，所以争取到这个工作。没有，就是我觉得尹欣是一位他给人家一个他很聪明的，那因为这一出歌剧霍夫曼的故事，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那个女人，有一个女生，她是从头到尾都跟着霍夫曼，是她的朋友。
这是他的朋友，就是还是侍从啊什么的。那但是他在整个剧的最一开始和最后，他其实是缪斯女神，他就说好，我现在我要化身为凡间的一个什么，就是我来看这个诗人到底在干什么，所以他就变成他的朋友，从头走到尾。那这个朋友他总是最后，当然他在谈情说爱那个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当电灯泡了，但是他其实他都已经看清所有的事情，然后他都会去提醒霍夫曼，只是霍夫曼他都因为已经陷在里面嘛，就是他就不管他，对，所以他就连续受伤3次。但是即便这样子，到最后这位朋友还是在他旁边，那他其实是一个看名字是男生，但是他在原来设计就是女生来扮演，所以我就认为说这位朋友其实是很关键的，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人，他是对不对？他有雪亮的双眼是看清，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，尹馨，因为他就是他也可以给人家就是他其实是聪明，其实我都看透了。哇！尹馨第一次听到，我今天第一次听到，对总监的告白，原来你是这样子，有觉得我很聪明的在看待我。那尹馨有没有觉得霍夫曼的故事里面哪一段感情是最像你自己？里面有一段是有劝他，就是不要跟哪一个在一起，然后他还是义无反顾。不过我觉得恋爱都是这样子，恋爱脑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对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很容易找各式各样的理由，然后就这样陷下去。但是现在要真的一眼定情哦，这个时代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还是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去学到不同的人生，就对了，或是感受那个我们现在不太会再有的浪漫。真的这句话说得很好。那如果说把作品当成一个人生寓言，你觉得霍夫曼的故事在提醒我们什么？酒不要喝太多，因为他就是对啊，他是酒馆。对，他序幕跟最后结束都在酒馆里面。那尹馨觉得呢？以前的事情不要记太清楚。要懂得放下就对了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一出歌剧怎么被演出，而是一个故事如何被理解，一段音乐如何被说出来，以及创作者如何在舞台上面面对自己的内心。霍夫曼的故事也许是来自19世纪，不过他谈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问题：我们要如何去爱，如何投射幻想，又如何在幻灭之后继续前行。今天很谢谢简文彬老师，也很谢谢尹馨到现场用音乐跟声音要带我们走进这个世界。然后记得要在3月13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，在高雄卫武营霍夫曼的故事，我们等你。卫武营很大，所以要记得是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。然后呢，13号晚上演出完，隔天以14号的下午5点开始。到15号的下午5点，我们有风靡24巴赫24小时躺在巴赫的音乐里面，我们听到巴赫的音乐被用不同的方式演奏，看他巴赫相关的电影，还有讲座式的音乐会，甚至还有伴着巴赫的音乐来跳舞。哇哦，有酒吗？当然有酒啊，巴赫很喜欢喝啤酒啊。还有，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欣赏这出霍夫曼的故事的话，立喆有争取到折扣哦，85折的折扣，只要在下面资讯栏的连结购买票，然后输入 Lisa85就有85折，所以赶快跟我们一起来欣赏霍夫曼的故事吧，耶！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